年关将至，中国维权讨薪潮风起云涌。中共追查空军腐败，疑似坐实将领出事传闻。美国重磅军售台湾，大幅提高台海防卫能力。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经闻。首先带您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在12月18号签署了由国会两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正式为总额9010亿美元的军事与国安项目授权。在新版的法案中呢，除了有多项抵制中共威胁、强化台湾防卫的内容，还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网站公布中共高层财富的状况，内容就包括了个人财富、金融资产以及商业利益的评估，对象则是涵盖了中共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法案规定，被查清的中共高层财产不仅包括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的实体与金融资产，还要求能够辨识用来掩饰这些财富和资产所有权的金融代理人、商业伙伴或其他实体。也就是说，要查出中共高官的白手套。那么在12月1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声称，美国的这项法案有涉及中国的所谓消极条款，如果美方实施，中共将进行报复。不过呢，很多华人也支持美国新法案中要求公布中共高层财产状况的做法，并且在海外的 X 平台上也引起了热议。有人就表示，中共官员永远不会主动公示财产，但美国替他们做了，美利坚便继位。也有人说呢，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国外国内都瞩目期待的法案，两边都叫好的事情，也是唯一一次小粉红、小反贼达成共识。好，下面请看本期的时事新闻。随着中国年关临近，维权讨薪潮再次集中爆发。近期多地接连发生了工人讨薪维权的事件，涉及了建筑、制造、影视、能源等多个行业。尽管中共反复表态治理欠薪，但是现实中却对维权者不断的打压，而欠薪的单位却往往是受到中共的保护，社会矛盾持续累积。撤薪还钱，撤薪还钱，撤薪还钱。据不完全统计，近期中国至少发生数十起维权讨薪事件。12月中旬以来，湖南、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湖北、广西等多地接连发生工人讨薪维权事件。18日，湖南建投五建集团株洲项目因欠薪遭工人堵门。17日，杭州浙金中心有投资者维权被警方带走。同日，深圳光明区一建筑项目因欠薪被工人围堵。17日，数千名投资者聚集上海宝山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要求释放西爱集团负责人，担忧他涉案后巨额资金难以追回。12月11日至16日，在北京京东方、广西百色高速项目、湖北汉川服装企业、江苏捷特电器以及中铁系统多个工程项目也被曝长期拖欠工资，引发工人集体维权。12月10日，在广西，有民工前往广西日报传媒的办公地点讨薪，被大量保安阻拦。这就是广西日报社欠了我们个工资钱不给，把那个保安弄起来不让进去解决问题。11月至12月初，江西、四川、河南、广东、陕西等地也持续发生工人维权事件，部分案例因激烈程度引发舆论关注。11月中旬，在广州河景国际金融广场，多名工人躺在地上讨薪。11月17日，在浙江建设投资集团某工地，讨薪的工人遭持枪特警镇压。中国异议人士陈思明指出，讨薪潮并非偶发，而是长期制度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在国内啊，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就是侵犯人权。这个原因的话呢，都要从这个制度上说起。中共搞那什么面子工程啊，追求 GDP 啊，上马了无数没有经济效益、没有社会效益，只有他们政治效益的工程，然后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据财新网报道，截至2024年底，中共政府的总债务高达92.6万亿元。
陈思明表示，许多民企欠薪源头在于政府或国企没钱，长期拖欠工程款。这个现象已经是很多年了。私人企业欠工人的钱呢，都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国营企业不给他们结账，所以他们手里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近期，中国也多发生极端讨薪事件。在深圳市，企业因欠薪不还，工人集体跳楼讨薪；在天津，中建6局欠薪，1名工人上吊自杀；山东光伏项目欠薪不还，工人喝毒药讨薪。不仅普通工人，影视行业的演员、导演也加入讨薪行列。我现在每天就是在催片酬，制片人说再催有钱都不给你。当时呢，我找这个制片人要我以及我带的摄影团队和灯光老师的工资，也是比较艰辛的一个过程。同时，体制内人员被欠薪的情况也不断曝光，包括医生、教师、公交司机和国企员工。我有个熟人是警察，他就说了，2018年7月份，他们仅县里面的公安局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正等着呢。县政府卖一块地，大概有1个多亿吧，等这笔钱到手了，这个可以给公安发工资。疫情3年封控结束后，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地方财政枯竭，欠薪问题成为普遍现象。我感觉共产党的末日也到了，他拆东墙补西墙，把几十年以后的钱都拿出来搞城投、搞形象工程，哗，到现在没了。工资发不出来，好，下一步让那些保安工资发不出，警察工资发不出，他们不会忠心耿耿的去为他们服务。再下一步，那个军队军费没有了，这个事情就好办了。结果脆断，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了，垮台了比什么都快。10月底，中共发布通知，自11月1日至2026年新年前，在全国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12月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再次将解决欠薪列为经济工作重点，宣称要兜牢民生底线。在官方表态的同时，各地讨薪事件仍在持续。分析认为，在经济下行、债务高企、老赖遍地的背景下，各地欠薪问题将越演越烈。中共军方首次针对特定军种空军公开提出采购违规调查，引发关注。有评论认为，公开征求等于是鼓励检举，显示空军高层可能出现问题。12月15日，中共军方在军队采购网上发布通告，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这是军方首次针对特定军种公开提出采购违规调查，引发关注。专门针对一个军种提出这样公开征集违规请求的话，唯一的可能的这个解释呢，就是空军的那个高层呢已经被调查了。现在有爆料说呢，空军司令常丁球、政委郭普孝，已经被调查落马了。这次征集范围主要包括空军在物资类、服务类采购活动中各方面出现的违规问题，凡是参加空军采购的供应商、评审专家、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代理人以及军队内部与项目相关人员，在明年6月30日之前都可以实名邮寄反馈。这个征求公告里面写的非常细，所以我们说信息量很大。在采购的时候，这些可能都很多的猫腻了。他们公开的这征求，等于是说要检举啦，也就是空军部队的司令员还有政委这2大系统，可能都已经变成一丘之貉，所以才会有公开征求的这个行动。中共军队反腐今年烧到高层。国防部在4中全会前宣布开除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的军级党籍，这些人中包括中央军委到东部战区、海军、陆军、火箭军、武警等军种，唯独没有空军。这次单独针对空军进行违规采购调查，显示整肃很可能已经延烧到空军。为什么他要针对空军？主要是其他军种早前都已经也是清洗过了。那空军的单位其实近年也是有非常多的新装备，在这个歼20、歼35和歼16，乃至于这个新的沈阳飞机公司跟成都飞机公司的新的6代机的这个研发，还有一大堆的无人机，包括近期公开展示的彩虹7啦，或是攻击11型无人机等等。那么在研发过程里面，其实是猫腻最多的。11月26日 ，X 平台账号张爆料说，空军司令常丁球、政委郭普孝、
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政委林焕新和陆军新任政委陈辉悉数落马。12月11日，中国知名政治学者刘军宁发消息说，长汀球上将在留置约谈期间突发心梗去世。官方没有证实这些消息。值得关注的是，大陆百度百科已悄悄删除了长汀球和郭普校的词条。这一次的这所谓空军违规采购的这个公告，等于间接证实了长汀球的下落可能就是比较不乐观了。中共从地面部队、火箭军、海军，乃到目前的空军，都有这次类似贪腐的情势存在。那另外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极左的这一派的红二代，就是给他一个所谓反贪的这个借口，其实是用来清洗，这些都凸显出中国大陆内部还是有一些这种政治的动荡。从长汀球的履历看，他也是习近平一路提拔重用的军中少壮派代表之一，经由习近平亲自把关，才成为中央委员。他也是空军中继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之后最重要的将领。习近平呢，最想要达到的就是政治向左转，而所有的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他们是上来的，所以说他们呢，实际上从心里是不赞同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做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打，那么他们的孩子资产，他们实际上都是想弄到海外的。那么所以说你要一旦跟西方打仗，或者是在这个台海动武的话，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说他对习近平呢，基本上是阳奉阴违，这个呢是习近平最恼火的地方。除了长汀球和郭普校之外，还有多名空军高级将领被传出事，包括前空军司令马晓天、空军上将、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空军上将于中福等。由于军中持续整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重要军工企业的主要官员也纷纷落马。美国重磅军售台湾，大幅提高台海防卫能力。美国政府最新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就包括持续协助台湾打造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国防部表示，这项军售案有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台湾面临来自中共当局的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12月17日，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规模创纪录。这次军售共包含8项协议，内容涵盖精准打击飞弹、自走炮、无人机及雷达系统，显示美方持续推动提升台湾不对称作战与源头打击能力的重视。这次军售里面要强化台湾多层反舰反两栖作战的系统和核心力量。这个防御系统涵盖从远程的雄风飞弹系统到透的反战车的飞弹，还有标枪飞弹这些。这一次里面有透，还有标枪，还有 Paladin 自走的榴炮，然后也有 HIMARS 的高动性的火箭系统。同时台湾陆军也买了 LTS 700M 和 LTS 600的攻击无人机，这些都是加强台湾自卫一层一层的防卫系统。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表示，这次军售计划可以使台湾陆军更现代化。大家都在注重 M109A7、Paladin 和 HIMARS 还有 LTS 无人机的销售，可是他们没有注意这些价值10亿美元的战术任务网络系统的台湾 Mission Network。其实台湾 Mission Network 是一个台湾的战术网络，这个系统可以提高台湾陆军的战场世代感知和指挥控制的能力。就是说陆军的军人可以用在手机或者平板上就看到这些地图，然后看到敌人在哪里，我在哪里，所以这可以帮助他们掌握战区的布局。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与灰色地带干扰，台湾军队开始推行更灵活的应变方式。在这次军售中，最为外界瞩目的 M109A7 自走炮军购案，配套装备中搭配精准导引套件、战术资料系统，将助于炮兵部队打得更快更准。在反登陆作战的部分 109A7 的自走炮射程比台湾目前的自走炮高了1倍，最大40公里，而且可以提供精准的弹药。
这样子可以更有效的反制中共的登陆行动，甚至对中共东部战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压制，大幅提高台海防卫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拟议的军售将有助于改善接收方的安全，并协助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与经济进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认为，这象征台美的战略互信以及美方对台海的安全承诺。不只是这个军售，我们要看全局，也就是在近3个礼拜之内，美方先由川普总统签字公告《台湾安全保证落实法》，接着川普政府公告了美国国安战略报告，里面提到第一岛链集体防卫。第3个就是国防授权法，以往对台的军售都会比较倾向在周末礼拜5公告，降低北京的反应时间点。这一次在美东时间的周3就公告了，所以也就是把军售跟台湾的关系视为比较常态化，就是非北约主要盟国这种条件来处理。对此，中共外交部回应指出，美国大规模对台军售，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我想这不是台湾想要，而是必要，因为预算是政策落实的一个做法。面对中共大规模的威胁，造成区域安全挑战的是中共本身，相对的台湾当然要合理增加自己的防卫能力了。战争与和平的关键点在于防卫方的实力足不足够，所以投资军购或是国防预算就是为了避免战争。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26日提出建构民主防御机制与强化国防战力2大行动方案，包括有序增加国防支出，明年度国防预算将超过 GDP 3%。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中国民间维权组织玫瑰团队的前成员徐勤，因长期致力于中国人权事务，遭中共判刑4年，今年7月才刑满出狱。目前他正在为入狱期间的养老金问题提起诉讼，但却因为转发了一首名为《玫瑰花开又开了》的歌曲视频，微信账号被封。广东徐闻县新寮镇田头村的村长私卖集体土地建光伏发电站，遭到数百村民抵制。村民从7月份开始维权，要求上级政府彻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辽宁省锦州市80岁的退休工程师武秀兰，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自2016年起被剥夺养老金，至今已近10年。老人无儿无女，无依无靠，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得靠捡破烂维持生活。湖南建投五建集团承建的株洲905基地超材料智能制造中心项目拖欠工人工资，工人讨薪半个多月无果。12月18号，工人们再次坐到工地门口讨要血汗钱，但仍然无人理睬。在最近爆发的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中，泰国军方从柬埔寨士兵处缴获了大量的中国制造的武器，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共私下军援柬埔寨的质疑。12月以来，泰国和柬埔寨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引发外界关注的是，泰国军队不但猛烈轰炸了柬埔寨电诈园区，还缴获了中共秘密援助柬埔寨军方的武器。12月15日，泰国陆军晚间透过社群媒体表示，泰军第17步兵团攻占柬埔寨基地后，从柬埔寨士兵中缴获了中国制的 GAM-102LR 反坦克飞弹等武器。它是非常新的一款武器啊，它是2018年才在这个马来西亚防务展上首次展出。这次出现有可能是在7月份军事冲突之后啊，中共紧急向柬埔寨援助的啊，这就说明柬埔寨和中共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根据泰国方面的说法，这些武器不是旧型号，而是被描述为第5代反坦克导弹系统，它的导引能力和精准度都是最新设计。据了解，该导弹系统是由中国保利防务公司制造，配备先进的瞄准技术，标准射程为6至10公里，去年才投入量产。
由于上次泰柬边界的战争消耗了很多的武器弹药，柬埔寨唯一能够获得武器的来源就是中国。我们知道柬埔寨跟中国的合作包含帮他兴建这个云朗基地，就成为中共的海上基地，在港口，所以合作非常密切。柬埔寨跟泰国发生战争，它有后勤跟作战的需求，当然是跟中国要。虽然一直以来外界都有怀疑柬埔寨政权在军事上背后可能有来自中共的撑腰，但在这一轮泰柬冲突中，如此大规模的缴获，而且是实物呈现的中共制造的重型武器，却是第一次被公开摊在台面上。因为其实中共在柬埔寨也有大量的利益啊，整个柬埔寨政府其实非常依赖当地华人的这个诈骗产业。比如说你像我们知道这个太子集团陈志就和中共的情报部门有着很紧密的这个合作关系。这场战争再打下去，其实是中共海外资产受到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在整个东南亚的布局也会受到影响。对于舆论压力，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蒋斌18日宣称，中国长期以来与柬埔寨、泰国都展开包括军贸在内的防务合作，与柬泰冲突无关，希望外界不要恶意炒作。但外界认为中共的回应没有说服力。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从过去的中柬的关系，或者是从中国军援这个柬埔寨的状况就可以知道说，至少中国是支持柬埔寨在边境的冲突，也希望柬埔寨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的。此前有媒体披露，泰国情报文件显示，在泰柬7月冲突爆发前数周，中共向柬埔寨运送了火箭弹与炮弹。因为柬埔寨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柬埔寨很多这个诈骗园区可能是一些中共内部非常有势力的，或者是非常有背景的，或者是跟高层有连结的人所设立的，那赚了很多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柬埔寨如果要求中国的援助，中国必然会鼎力相助。中共和柬埔寨一直以来在诈骗园区、器官摘除和人口贩运等黑产业方面是深度勾兑。而泰国军方从8日开始出动 F-16 战机和无人机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赌场和诈骗园区。当然，电诈园区绝大多数都是华人啊，华人又和中共的情报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东南亚也是中国很急于要拉拢的国家。美国呢，当然也希望这个强化跟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但是经过这次以后呢，我想东协10国里面，或者是对中国的这个扩张跟威胁比较警觉之外，我想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泰国。目前在明面上，中共还在试图调解泰柬之间的冲突，可中共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很难让泰国再相信中共。中国民众表示，中共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却导致经济下行、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北京市的小袁说：“我是北京市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当年我由于勤勤恳恳、工作出色，被破格提升高阶教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镇压法轮功，尤其是8964，我亲眼目睹这个党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竟干些倒行逆施的罪恶勾当，对善良无辜人民如何大开杀戒，还要开历史倒车，把好端端一个中国弄到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一桩桩、一件件，使我痛感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反人类的、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法西斯邪恶组织。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私下伪装，公然站到人民对立面，散毒、封控、滥抓无辜、摘取器官、为高官续命、割韭菜敛财。为此，我郑重宣告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彻底与之划清界限，弃暗投明，为推翻共产党、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鼓呼努力。郑志高说：“共匪欺骗了国人，加入其邪教组织，现在明白了共匪的邪恶本质。他祸害中国人，把老百姓不当人，还活摘人体器官，简直没有人性。决定与共匪决裂，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宣告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脱离中共邪党的控制。”好，观众朋友，本期的中国经文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